机吹得跟个树叶似的。好在我的操作简直稳得不行啊，都可以载入我的个人史册了。顾部长，你叫什么？程潇，货运部的。我有必要提醒你，刚才不应该落地。啊？当时的侧风是15米，已经是公司手册规定的极限侧风，而且刚下过雨，如果发生划水，飞机很容易冲偏出跑道。当时的侧风没有超过公司手册的规定，而且在那种极限侧风下，我能控制住飞机的姿态和坡度。落地的时候，我又及时修正了偏流角，摆正方向，落得稳稳当当。我不认为我的操作有问题。这次能够安全降落是你的运气，但运气不会一直眷顾你。作为飞行员，我们必须要以最严格的标准来要求自己。顾部长，我想问您2个问题：我们是否应该严格遵守公司手册的规定？应该。那我是否违反了公司手册的规定？现在应该不太好打车，我要回公司，可以捎你一段。没事儿，顾部长您忙，我已经打到车了。哎，等一下！顾部长，您能不能把我捎到市里？我有点急事儿。网约车司机也很辛苦，乘客要讲诚信。哎，哎，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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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什么人呐？请开门。给我定6小时后的闹钟。好的，我会在今天早上7点08分提醒你。晚安，睡个好觉哦。
老蔡，我来了。哦，拿你最爱的那款。嚯，谢谢。新的排班计划怎么还没出来啊？老蔡，你跟 AOC 那边说说，不然该扣他们工资了。你快帮我看看我的资料齐了没？下午我就去申请机场考核了。你急什么呀？程潇有件事儿，我一直没跟你说。什么事儿？因为公司战略调整了，要精简业务，咱们货运部撤了。撤了？这件事儿上头研究有一段时间了，都怪我。我觉着不知道怎么跟你们说，所以刚刚接到的正式通知。那咱们怎么办啊？你们转到客运部。徐总啊，关于货运部的飞行员转到我们客运部的事儿，我们还是想跟您好好沟通一下。哦，有什么问题吗？这个货运部这个老蔡啊，我承认，他的确技术不错，可这个人大大咧咧的。他手底下的这群飞行员一个个都跟他学，这么一群人现在到我们客运部来，我担心会影响我们客运部的形象。南天啊，我想听听你的看法。客运部正在申请新的航线，飞行员肯定不够用。货运部那边的飞行员也都是陆航华新里培养出来的，技术上足够成熟。我认为还是应该给他们一个机会。当然，其他方面必须严格把关。我赞同南亭的看法。那行，那我们严格把关。可即便如此，货运部那个女的，咱就别要了吧。咱们可以推荐给有行的货运部。为什么？未婚未育啊。姜部长，这个话题就此打住，这是要出危险的。这不关起门来说嘛。你再说了，女飞的能力，那确实差点意思。飞行能力跟性别没有关系，只跟个人有关。那利用率呢？女飞的利用率低，这总是共识吧？根据全行的数据统计，其他公司招的女飞，不管是在飞行时长、安全记录还是正常率上，并没有低于男性飞行员。姜部长，我记得好像你们飞行部应该有5年的时间没招过女飞行员了吧？去年我就客运部关于招收女飞一事做了一份可行性报告，但一直没有得到推进的许可。这件事情，我早就想和姜部长探讨一下了。无论男飞女飞，都是飞行员，我们应该一视同仁。自信、放松、专业、程潇 ，Go Go Go！顾部长，那天的操作事后我想过了，我完全符合公司手册的规定，而且以我的技术足以支撑我完成操作。我也想过，你的确没有违规，但除非是万不得已的情况，否则飞行员不应该进行极限操作。我会修订出新的安全手册，你的行为将会被杜绝。出来了，怎么样？都问什么了？没啥，就随便问问，走个流程。哎呀，我刚才看到大魔王也在里边。谁？我听客运部的人说，他是飞行员高升的噩梦。大魔王这个名字太适合他了。顾部长的飞行技术，那是没话说，在咱们陆航也算是数一数二了。难怪他看谁都不顺眼。数一数二。等姐去了还真不一定。那是，我们程大机长在货运部那绝对是一姐的存在。
一会儿看姐怎么治他。下面2位，程潇、宋宋。加油，加油！咱们等着看看啊。各位领导好。各位领导好。坐吧。顾部长，这是我的履历，请过目。有什么问题您随便问。程潇是吧？不用那么严肃，咱们只是随意聊聊。坐吧。顾部长，人家刚才都点你名了，你来问吧。你为什么会选择飞行员作为职业？因为自由。飞行可以摆脱地心引力，在地球表面无拘无束，坐拥全世界风景最美的办公室，追着太阳跑，和群星作伴。当然啦，还有一点重要的现实原因：收入高。飞行员可以让我获得经济自由，可以让我遵从内心，更自在的生活。所以，你就是用这种态度来飞的。飞行工作是规章纪律，是要付出自由的代价去完成你的职责。知道这份工作的严肃性吗？我2013年入职，已经飞了3500个小时，飞行经历时间2700个小时，没有任何差错记录，所有考评全优通过。除此之外，我还有航空英语5级证书和国际航班上英语通讯资格。这就是我对严肃工作的回答。就你最近一次的表现来说，在极限风速中降落，不管落地有多稳，都应该进行奖评。那天那么恶劣的天气情况，我凭我过硬的技术让飞机安全落地，有什么问题吗？难道非得改行备降，让公司损失几十万？飞行安全不是用金钱去衡量的。我再说一遍，我的落地操作没有任何问题，更没有违反现有的飞行安全手册。既然已经进了客运部，那就等面试以后，再对那天的落地操作做进一步的沟通，怎么样？关于程潇是否进入客运部，我认为还有待商榷。顾部长，货运部的飞行员安排到客运部，这是公司的安排。那个，各位领导，我们刚从货运部转过来，平时的工作状态可能与客运部有点差别，我们一定会多多学习，尽快适应。飞行员就是飞机的灵魂，我们的工作关乎到旅客的安危和公司的财产，一刻都不容麻痹。这点我也赞同。不过上个月我从北海道度假回来，坐的是咱们 XD884航班，机长广播我只在下降途中听到过1次。请问顾部长，这是不是有点太不严谨了？林一成，顾部长，巡航过程中的机长广播怎么回事？我是那天的副驾驶，机长广播是张机长授权让我做的。那个是江部长的小舅子。的确是漏报了1次，那天我身体不太舒服，还感冒了。感冒去飞行可能会导致耳膜穿孔，那天你应该请假才对。是。我觉得程潇同志提的意见非常好。林一成，以后你的工作在细节上一定要提出更高的要求。好，下不为例啊。好。程潇，你刚才指出的问题没有错。林一成，你回去好好学习运行手册，跟张机长一起写检查。
好的，顾部长。所以，顾部长，请您不要戴着有色眼镜看我，也不要怀疑我的业务能力。能力是技术和态度的总和，没有严肃谦逊的态度，再好的技术，也不能保证100%的飞行安全。以你目前对这份职业的认知，就算公司安排你进入客运部，你也必须从观察员开始，重新上岗。观察员？各位领导，这是不是有点太不公平了？顾部长的结论，大家有异议吗？按小陈的资历，已经有升级长的资格。如果突然降成观察员，好像有点不合适。要不然，让他再飞个看看。这样吧，明天安排你们俩再飞一次。你不是觉得顾部长这样安排很不公平吗？那你就好好飞，把你的真实水平展示出来，证明给他看看，然后再决定是否保住你第1副驾驶的位置。有这个信心吗？今天是考我，你倒捡便宜了，成了主驾驶。主驾驶不是我，我被换下来了。换成谁了？顾部长亲自带飞，小姐你可得小心点，千万别出什么岔子。能出什么岔子？副驾驶本来就是辅助机长。顾南亭又是最好的飞行员，以他的水平，我的能力，这种考核我闭眼都能过。快走了，小姐。走。潞州飞上海虹桥，飞行时间1小时30分钟，使用锦翼5起飞，V1速度135，航路全程好天气。等一下，把你的手势摘下来。我戴着手势也不会影响我操作，而且公司也没有规定说不能戴。我的规定，请你摘下来。你自己没口袋。潞州8513，跑道34左，准备起飞。开始稳定。调定起飞推力。起飞推力调定，80海里。检查。排前轮。正上升。收轮。CMD VR 加到15以上。锦翼1。锦翼1绿灯。锦翼0。锦翼0灯灭。增压正常。起飞后检查单。发
发动机引气开，空调组件自动，起落架收上关断，襟翼收上灯灭，起飞后检查单完成。今天天气真好。扭曲。左发失效。机长突发急性脑梗失能，由副驾驶接替机长工作。什么？你潘，潞州8513，左发失效，申请应急返场。收到，潘，潞州8513，右转航向113，跑道34左，口落。右转航向113，跑道34左，潞州8513。接通自动驾驶。闻到味道了吗？啊？什么味道啊？你认真点儿，这鸟群不是被卷进发动机了吗？烧焦味儿没闻到啊？晚上请你吃烧烤啊！右侧发动机也停了，自动驾驶也动开了，两个发动机全部失效，飞机彻底失去动力了。观察员把机长拖出来，你坐左驾驶位置。啊？执行。准备重启，右发。重启失败。潞州8513，报告飞行意图。你可以选择任意跑道落地。飞机现在飞不到机场了，准备场外迫降。现在必须让飞机变成滑翔机，机头放低点。潞州8513，请明确你到底准备在哪儿降落？现在距离我东4栋方位20公里的草地上。草地？你确定吗？在你9点钟方位有条400米宽的东浦河，那儿会比草地更适合。不能去东浦河，现在地面风暴8米每秒，河面上风速会更高，风向也不稳，容易导致飞机侧翻。草地上降落更安全。机长广播。我马上。客舱注意，现在是机长广播，飞机故障，现在迫降，请客舱做好防冲撞准备。锦衣1，锦衣1，绿灯。锦衣5，锦衣5，绿灯。锦衣15，锦衣15，绿灯。放轮吗？不放轮。锦衣30。现在准备迫降，放轮。500英尺，做好防冲撞准备。注意地形，拉起来。300英尺。50英尺，
防升状开始。40. Hold up. 30. 20. 10. 客舱机组各就各位。撤离检查单。撤离检查单。好了，就到这儿吧。宋宋，我们创造了奇迹。奖评是集合。谢谢啊。不客气。文林哥辛苦了，喝口水。我不喝饮料，谢谢。你对你自己今天的表现觉得怎么样？在机长失能、双发失效的极端情况下，能让飞机安全着地，并且基本未损，我对我的操作非常满意。你什么意思？按照程序，发动机损坏是不可能重启成功的。让宋宋把昏迷的机长拖出来，浪费时间；不断重启发动机，浪费时间。按程序，让他协助你监控飞机的各项参数，更能提高迫降的成功率。程序不是死的，程序是经验和教训的总结，是鲜血浇筑的。全美航空的萨伦伯格机长也是遭遇了双发失效，迫降成功的。萨伦伯格机长当时就没有按照程序执行，第一反应是让副驾驶去启动 APU。萨伦伯格机长对飞行有着非常深刻的理解，所以才有能力冒险调整了程序的顺序。作为普通飞行员，严格遵守程序才是安全的最大保障。我绝对遵守程序，也敬畏规章，但是规章和程序不是死的，是在不断变化和改进的。你如果真的重视规章，发动机停发的时候就不会惦记烧烤。必须要像飞行一样训练，像训练一样飞行，这是原则。我认同你说的，任何飞行操作都要认真，我也一直都是这么做的。但是心理上也是需要放松的呀。你要是一直紧绷着，反而容易出现失误。就在你放松的时候，你身边还有一位需要急救的同事。急性脑梗是有最佳抢救期的。可是那又不是真的，这是模拟。就凭你这句话，我现在100%确定，你必须从头训练。你好，好。哎呀，这件事儿啊，我和顾部长再研究一下。10分钟以后，你到我办公室里来一下。你别生气了，小姐。昨天面试结束以后，我从各部门详细了解了货运部的飞行员。程潇在工作上能吃苦，爱钻研，优点很突出，所以我收回程潇不适合客运部的表态，让他正常参加787机型的改装训练。去澳洲啊？要在澳洲那儿待2个月的，那万一到了最后还是不行，那岂不浪费了公司的资源？任何一个可能的人才，都值得公司为此付出资源。请进。江部长。让顾部长跟你说吧。程潇，从今天开始，你准备改装训练787，训练结束以后，按照成绩决定你的岗位职务。你还要考我一轮？你这什么态度啊？
这是公司的规章制度，不是个人的刁难。这事儿就这么定下来了。以后呢，就让顾部长做你们这批飞行员的专职教员。江部长，那教员能不能换个人啊？为什么呀？顾部长看着年轻，可他的能力是有目共睹的，只是辛苦难听了啊。把这批飞行员交到你的手里头，我才放心呢。好。啊，对不起，我还有点事儿。你忙。我等下一步。我不会再给你机会抓到把柄了，咱们训练场上见。你说过的每一句话，都要做到。我不但会做到，还会比你做得更好。哟，这谁呀？回来了。这等多久啊？再过30分钟不出现就走。这能让惜时如金的顾部长等过30分钟，也值了。你来这儿干嘛？这不刚去西雅图学习半个月吗？向领导们汇报一下情况。波音总部有收获，收获大了，还下了787的总长车型。最近飞787感觉发动机的自动推力变化偏快，在无边俯仰稳定性方面有些低。这次我正好能解决你的问题，我会机库整理一下资料，明天发你邮箱。你这空了打球啊？嗨，下周要去澳洲2个月。哎呀，在哪儿约一下啊？太难了。再约。再约。夏至，怎么了？家钥匙又丢了？哎，这回啊，可不是丢钥匙的事儿喽。没钱交房租了？说吧，这次打算借多少呀？哎呀，小姐，这次不是借钱，是借宿。哎呀，小姐，你可不能见死不救啊！我哪次没救你啊？住呗，
那说不定也住不了多久了。啊？你要搬家了？暂时保密，但是住到你发工资应该没有问题。好礼，饿了吧？其实吧，你应该失业了。你又失业了？哎呀，你说我毕业2年，干了7份工作，怎么就没遇到个真爱呢？你才毕业2年，迷茫一点也正常。那你为什么就立志当飞行员呢？可能是觉得做飞行员没有束缚，自由自在吧。糊弄谁呢？这么俗套的理由你也说出来？就你这成大机长的脾气，谁能束缚了你啊？你说过的每一句话，都要做到。我今天看招聘网的时候，发现你们公司在社招哎。是，最近公司部门大洗牌，我都被洗缩水了。你说我去应聘怎么样？你想学飞？哎呦，我才没那么傻呢。哎，我的意思是说，当初看你学飞的时候都被虐成啥样了，我才不去呢。那你是？其实呢，人家是小区的空姐了。空姐啊，免费玩转全世界，疯狂打卡世界各种美食。行了，夏至大爷，你别再霍霍空姐了。说什么呢你啊？人家到底有没有戏望？我要说没戏，你信吗？哎呀，行，你想去就去试试呗。那实在不行，我养你啊。哎呀呀呀呀！好了，我要去发简历了。南亭哥，以后我们就跟着您混了，还请您多多关照。马屁拍太早了，人还在外边打电话，听不到。我这不是提前演练吗？这收藏的比我的还多啊！明天安排了去澳洲的陆航基地，开始787的改装训练。明天？明天？这么快啊？改装的具体规定已经发到你们的邮箱，必须全部背下来。大家回去好好准备吧。谢谢部长。南亭哥，以后还请您多多关照。
门儿可以。 Gunating! Oh, it's great to see you. I missed you. Hi, Kaya. You know, I've been back here twice. I haven't seen you. I guess it's my lucky day, huh? You ready to compete again? I'm here to work. You? Yes, me too. Me too. 你看，南丁哥的关系就是光。你8成是考不过了。为什么？眼盲2倍。 Still as strong as ever, huh? Same to you. All right. Oh, I'll see you around. See you. 这边可是挺事儿了。别看。无论曾经你们取得什么样的成绩，换了技术，一切就要从头开始。任何懒散怠慢的心态，必须迅速调整到位。作为教员，我会对你们的训练成果负责。我希望各位在未来都能成为最成熟、最让人信任、最有担当的飞行员。今天，我们先学习787的绕机检查。小姐，澳洲的紫外线这么强，这个 SPF 50的，赶紧涂上。不用，我过来，你抹。等下，宋宋。你们干什么呢？报告教员，我们在抹防晒霜。飞行员队伍是一支有组织、有纪律的团队，谁允许你们开小差的？你们的纪律性呢？我们是飞行员，不是军人，不需要严苛的纪律性。抹防晒霜是为了保护自己，保护自己就是保护飞机安全，保护乘客。从现在起，程潇、宋宋作为临时教员，其余学员抹防晒霜。执行。少涂点儿。宋宋，作为教员，你有何感想啊？是有点不太合适。程潇，你呢？拖拖拉拉，嘻嘻哈哈，一盘散沙。我们的确不是军人，也没有任何人阻止你们使用防护产品，但这些都应该是你们课前解决的事情。你认为只是抹一点防晒霜，不需要小题大做，那其他人呢？如果人人都在课堂上这样做，怎么保持严肃认真的学习态度？怎么掌握细致入微的本领？南方的夏天，机坪地表可以达到50多度，东北的冬天有零下30多度。任何条件下，飞行员都要保持一个稳定的心态和状态。你们做得到吗？我可以，而且我已经做了7年了。不光是我，在场的每一位都是合格的飞行员。成绩归零，从头开始。刚说的，转眼就忘了吗？这堂课，程潇、宋宋原地反省，其他人继续学习。
还撑得住吗？还能撑得住。小姐，都怪我连累你了。说啥呢？其实，南亭哥说的也有点道理。别再提南亭哥，南亭哥，他在我心里就是灭霸。你是被他绕进去了。他说的那些大道理，是没什么毛病，但咱们不是小学生，标准答案只有一个。咱们是机长，是要解一道复杂的大题，要灵活多变，在众多解法中找到那个最优解。今天这事儿，你说，要是老蔡，他会怎么对咱俩？该上课上课，回去私下喊他骂他。这才是最优解。像灭霸这种人，机械刻板，一看就是受了填鸭式教育的毒。绕机检查的要点，你记住了多少？你这太远了，都没听全。回头咱俩凑一凑，能补多少是多少吧，功课不能落下。站直。你都说了，我们又不是军人，干嘛一定要站这么直啊？这就是传说中的挨打要立正。不知道顾部长中了什么邪，这么往死里操练咱们，这哪训练飞行员啊？这是给咱送去奥运会。小姐，你好点了吗？哎，你疯了吗？这要是让南亭哥看到，你就歇菜了。不是，咱们又不飞，喝点小酒怎么？昨天少辉在食堂点了个啤酒回击，被训草了。啊？咋了？对。哎，我听说他这个人啊。还有一些私人规章，跟他一起飞呀，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麻烦死了。行了行了，都忍忍吧，赶紧收起来。You see, these Chinese trainers wouldn't dare do any drinking. That's because they're still minors. 又是他们俩。哎，坐，坐下，别跟他们一般见识。你这会儿不怕挨灭霸的训啊？再说你这身板，你确定上去不是挨揍的？我们这么多人呢，可不大，可不是。哎呀，好了，来，尝尝我手冲的咖啡。谢谢肖姐。小姐，最近怎么这么佛系？哎呀，被灭霸磨的呀，现在都已经心如止水了。啊？前几天的体能测试，3公里跑了13分钟，旋踢1分钟才30圈，各项结果你都在合格的边缘。其他人呢？你垫底。成绩正常，他们都是男生，以后不要耗神在这些无关的事情上。你说的无关都是我的一部分，是我的生活，不是所有人都跟你一样无趣，没有生活。要生活就不要选择这个职业。飞行员需要的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而不是只有驾驶舱那几匹马。
提醒你一下，按照公司规定，本期10名学员9人可以保留原岗位，还有1位末位淘汰，要降级聘人。干什么？你们继续。找你有事。边读书边听音乐，怎么培养专注力啊？顾教员说的有道理。这么大声怎么说话？飞机上声音更大。我这是在培养自己的情景意识。您找我有什么事儿啊？上回帮你保管的首饰，不用还我了，反正以后也不能戴。把被子叠好。我这被子不好好的吗？豆腐块儿，有必要吗？这不是你们货机，飞客机要注意公众形象。这是我自己的卧室，这不是飞机，你是不是管太多了？你看清楚，我只做一遍。我。你干什么？删了。删了。我不想重复啊。怎么着？侵犯我隐私吗？你还知道个人隐私啊？删了。顾教员，你这就是彻头彻尾的形式主义啊！我实在是不明白，这个叠个被子跟我开飞机有什么关系？在空中任何一个细节，都有可能会成为触发危险的导火索。只有将严谨2个字贯彻进生活的方方面面，才能更好地保证飞行工作。你每天活得这么严谨，这么不自由，你有意思吗？真正的自由，是用自律换取的。顾教员，我准备就寝，请问现在可以打开被子吗？批准。重大消息！你们知道那2个傻老外为啥总找咱们茬吗？为啥？他们呐，都是凯恩的学员。凯恩你们还记得吗？就是咱们来的第1天跟南丁格握手的那个。哦。几年前啊，他跟南丁格在模拟机上比了一次，直接被完爆了，当众浇3桶冷水，脸都丢到姥姥家了。原来我们是替灭霸背了锅呀！我就说第1天见面就不对，这里头肯定有事儿。不行，这锅咱不能背。你什么意思啊？得去你们那顾部长那吹吹风，让他跟这个凯恩再斗一把。哎，这样不光咱有热闹看，那顾部长也没有精力再去折腾咱。有道理。以我对灭霸的判断，没戏。哎，咱们可以迂回啊，去拱凯恩的活，怎么样？好像是个办法。
但谁去呢？谁去？要不我去。小姐，要不然你……哎呀，就你最合适。那越是弱的人呢，去拱火才越气人。你品，你细品。Touring Club Obstacle Club， 如果出现警告级境地警告，自动驾驶脱开，自动油门脱开，果断使用最大推力，起始姿态20度，正时减速板收上。哟 ，Polly。我整天在家练习，连他都会了。Polly 是个机长，你别把他给练成空少了。哎呦，我看把你困的，怎么样啊？最近练的？别提了，我还以为做空姐有多轻松。光训练我就惨绝人寰了。我每天做100遍同样的动作，说100遍同样的话。快成复读机了，我都。那你打算什么时候放弃？那不能够，等着瞧呗。好，那我就等着跟你一起飞了啊。Touring Club Obstacle Club， 如果出现警告级境地警告，自动驾驶脱开，自动油门脱开。今天所讲到的操作要点，大家回去之后要认真复习，目标是达到无误操作。 I thought we were friends here. But it looks like somebody wants to play dirty.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Oh, it's nothing. We're all entitled to say what we think. But this is about my professional honor. You were lucky to steal the victory last time. Now I gotta prove myself to the class. Your capability has won the respect and the recognition of our industry. You don't have anything to prove. They're questioning my ability because of the rumors you've been spreading. So it looks like it's gonna be a face-off. You and me. What rumors did I spread? Be more specific. 比就比 ，Who scare who？ 部长，两边颜色看看。部长，两边颜色看看。就比。OK， 快点。你在干嘛？ What's it gonna be? I've already told you, I'm here to work. 我就说吧。走了。顾部长，不用你出马，我帮你比，我替你比。我去比。全体操场集合，加练10公里跑。现在，马上。 还有多少圈？还有5圈，坚持住，小姐。哎，不过你是怎么知道今天这事儿肯定成不了了？你们都高看他了，以为他是中国队长，他就是个窝里横。我宣布，从此取消他灭霸的称号。还是叫顾部长吧，保险。不，叫顾从新。顾从新？怂。 你怎么来了？安全维护大会，把住宿直接定这儿了。本来不是我的差事，我抢过来的。军事航展，还是你了解我。哎，吃饭没有？找了个中餐馆，给你打包了一份烧煨饭。谢了。哎，这次改中的学员里面有个女飞叫程潇，你认识啊？印象深刻呀，
在里头呢。这阶段的训练已经达标，但他坚持要把剩下的时长练完。这么拼？这几天，每天体训4小时，模拟机4小时，剩下的时间都在教室里。嚯，我还以为是个爱玩的疯丫头呢。是有点疯，可惜他不适合这一行。你不看好他？ She's still practicing inside. I gotta grab some food. She's all yours. OK. 的确如此啊。那你先忙。好。你要休息了。我还有很多鸡翅可以用。自律不是一味的苦练，要劳逸结合。做少了你要说，做多了你也要说。你给我设置一个高难度吧，比如控诉不可靠、惯导失效。今天到此为止。那我自己来。没有教员，你不能在模拟机里训练。 既然你那么要强，就去练固定模拟器去，多久都行。行。太香了，是朋友带的吧？航校里居然有这么好吃的烧煨饭，我怎么没发现呢？别留下垃圾。说。 其实是大家撺掇我过来给你提个意见。提意见？提什么意见？你最近练得太狠了，大家点灯熬油，好不容易才赶上，结果你又申请加练，就连大鹏那种5大3粗的都被熬服了。谁让你们跟我一起熬啊？那你架不住南泥哥那边现在全是承销标准啊。我可谢谢他了。 他现在就是把我当成一个工具人，随时看我不顺眼就找我的麻烦，我哪敢出纰漏啊？那你们不一样啊，正常训练肯定能通过。南宁哥也没你说那么毒吧？那是你没有看见他单独跟我在一起的样子。你们俩单独在一起了？你听重点。我问你，从货运部的转到客运部，按理说只要通过改装训练考核，职位都不能降吧？ 这是一定的。顾从新怎么对我的？我都够资格考机长了，他非要把我从副驾驶降到观察员。模拟机测试我打了他的脸，他还不甘心，还给我来一个末位淘汰，最后1名降级聘任。你说他是针对谁？确实有一点针对你。所以说这人阴啊，明明是个心机 boy， 还立一副钢铁直男的人设，属于潜伏极深、极难对付的那种。 你说这外国人跟咱们是一个物种吗？这水这么凉。这里只有冷水和加冰的冷水。Excuse me. I want warm water. Sorry, we don't serve warm water here. Thank you. Warm water? For taking a shower. Killing it, man. Loser. 哎，你这忍，顾从新的锅，咱不背啊。
我憋屈啊！哎呀，训练结束了，谁认识谁呀？忍着。 Hey, can you guys even understand all the English in the control room? Or when they're giving all the instructions over the loudspeaker? No, they don't even understand what you are talking about. Just check it. Tower. I don't speak English. I hear that Chinese girls, they don't really have a mind. Really? Yeah. What are you even doing here? Have you seen the instructor? Man, what can you learn from him? How to be weak and soft? Ridiculous. Ain't about being weak and soft, bro. It's about incapability. They're just pretending to be tough like their teacher. What are you doing? What are you doing? You must make a formal apology for your remarks. Apologize now. You guys first. Why should we? You started it. You started when you came 我 here. 们忍你们很久了。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We're in Australia. Speak English. 你说中文啊！你说中文啊！ Knock it off. We are pilots. Let's deal with it like true professionals. What do you mean? Flight simulator test. If I do better than you, you say sorry to all the Chinese trainees in the same way your teacher did. Flight simulator test. Sounds funny, but you better to think what happens if you will lose, because you probably will. I'll apologize in the same way and double the punishment. Sounds easy for us. Double. Yes. Deal. All right. I got it, man. 小姐，你告诉我们人，你怎么还先上了？我也一直在忍，人是有底线的。知道当初为什么招你进来吗？你的身高体重都卡着红线，行为举止又不太端庄，我是说服了客舱部的梁总才录用了你，因为我在你的身上看到了亲和力和应变能力。我本以为这是可以拉近你和乘客关系的优秀品质，但是现在我很担心，我觉得很有可能会适得其反。是我没做好。艾经理，以后的日子我一定会勤学苦练，我保证。Are you sure you want to compete against that female trainee from Go's team? Yes, sir. And I'm confident I can beat her. It's not about looking down on them, but sir, Eric just simply has more than 200 hours on the 787 simulator. And I guess this Chinese girl has never seen one of those simulators. It's gonna be so much fun. It's gonna be easy. Yeah, it'd be really good too to see her with a bucket of ice on her head. Yeah, can't wait to see his face. 风切变改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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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舒服啊！所以你看啊，咱不光是只有工作、读书、跑步，像咱俩现在这样，浪费时间散散步，多好！这生活里面啊，乐趣多着呢。安全完成每次航班，就是我的乐趣。还没放假呢。是吗？你知道我在说什么？那么拼命的女飞，我看你对她态度，我就知道，你心里还压着。我是在履行我的本职工作，跟其他事无关。南婷，你有没有想过，生活不是只有一种模式，飞行员也不是只有你这一种模式。好久没有和你聊天了，最近工作忙，你站也忙，我们都很好。R 下降，脱开自动驾驶，脱开自动油门。RA 下降，脱开自。脱开自动驾驶，脱开自动油门。 下一组，你和程潇配合，完成空速不可靠指示的模拟项目。好。Where's your Wonder Woman？ 什么意思啊？不知道啊。我打电话催催小姐。 没人接啊！我看到肖姐三更半夜还发了条朋友圈呢，在 pub 刷夜，去和教室刷夜。
Has she been up all night? Yes. Well, she had this on her belly. She must have been on her period. I gave her a glucose transfusion and we'll wait for her to wake up. She's overworked and overtired. Thanks. We'll take good care of her. 我昨天就发现了，没有重视。这也不能怪你，这题目对你来说超纲了。我是教员，我不能有任何借口。女飞有自己的独特性。这女飞确实不太容易，尤其陈潇，也太拼了。但是作为一名合格的客运飞行员，要懂得自律。其实我也理解你，罚吧，说不过去。要是不了了之呢，他以后还会这么干。怎么样？遇到这么刚的女飞，没招了吧？轻率莽撞，缺乏自律，这都是根本上的缺失。关键是他认识不到这些。你快去忙吧，我今天有时间，可以在这盯着。我的学员我得负责。外面有更多的学员等着你负责呢。行吧，有什么问题随时告诉我。小事儿。对了，今天你可有点不太对头了。怎么？我已经很多年没见你慌成这样。事情失控了，我不太习惯。谢了。宋宋，我昨天是一不小心就晚了一点，就可能就晕着了。谢谢你把我送来的医务室，还给我备了3明治。哎，你帮我跟顾南婷请个病假。啊，你醒了。在这找一杯红糖姜茶可真不容易啊！来，小心烫。你不认识我了？专车司机。倪总，谢谢。小心烫。你怎么在这儿啊？你在教室晕倒了。你发现的我？是你们顾部长。怎么？是不好意思当训练标兵，还是怕回头挨批啊？顾部长什么态度？本来想要留下来照顾你的，被我劝走了。我怎么这么不幸呢？倪总，你也是来航校带培训的吗？这是你们顾部长的领地，我哪敢插手啊？我是来开会，顺便看一个航展。是不是丝绒航空展？对啊，听说最先进的战机都会来，而且参加表演的飞行员那可都是万里挑一。本来今天下午就要去看他。哎呀，那你可不可以掩护我一下？我也想去看。这是你吃得消吗？你好好休息休息。哎呀，只要让我看一眼，那我就是最好的休息了。哎呀，求你了，我跟你讲，我好期待这个航展，我期待很久了，拜托。哎，不行，我要是带你去啊，这南宁得掐死我。
今天太阳打西边出来，我刚刚操作失误了2次，这顾部长都没批我。我也是。我觉得呀，应该是顾部长看中我的潜力。行了，你们俩够了啊！李总，你看你人又帅，心地一定也很善良，你就帮帮我呗，求你了。我跟你说啊，我最近可在戒糖，你这糖衣炮弹没有用。哎呀，你可是我说曹操就到。你千万别抱我啊！你就说我要留官，拜托拜托。喂，成效怎么样？啊，人刚醒。我要留官。就是还比较虚弱。医生说要留观一下。晚上吧，晚点儿我帮你把他送回去。麻烦你了。不麻烦，回头请我吃饭就行。李总，大好人。南亭这边可是欠了我一顿饭啊。没问题，大餐，而且我的大餐肯定比他大。你先把姜汤喝了。南亭哥，肖姐她病假。您知道，那她没事吧？小病。南亭哥，其实你也是刚接触肖姐，肖姐她特别刻苦认真，技术上在我们货运部也是最好的飞行员。她以前也经常通宵训练吗？当然，要论训练刻苦，肖姐无人能敌，飞行比她的性命还重要。Sorry。你下去啊？谢谢顾教员把我送到了医务室。身体好些没？好多了。哎呦，今天下楼买了点水果，这苹果都涨价了。苹果涨价了吗？给我的。谢谢顾教员的关心。好好休息。